你们见过金鹰小说里的光明顶吗？这样的地方是真实存在的吗？在贵州的一座大山山顶之巅，矗立着一座非常神秘的四合院，它的外形与小说里的光明顶十分相似。它四面悬崖，只有一条路能够登顶。据当地的一位老人讲述，古代还经常有人在此比武决斗。那么就让我好奇了，是谁又为何要在这种绝险之地修建一座宫殿呢？今天我将带你们一起爬上这座孤峰之顶，一探究竟。上面好像是有一个道观是吧？一个寺庙。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寺庙啊？小庙。有个寺庙，有个道观，不是？都不得。哦，那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寺庙啊？上面是不是有个寺庙？寺庙。有个道观。道观。金峰山山顶。你知道上面有多少年了吗？一个人的好多年了，那个金峰山。好多年。好多年。我好多年。好多年。85。你85。85。OK。一直到毕业。沿着这路一直上啊。一直到毕业。我看到我谢谢。好，谢谢哈。看过这个，如果你们3个给看过房子的话，这个我会做下，慢慢自己看。好，谢谢哈。你们看着知道这条路去，如果没路下去，你们就不下，因为你放一间看见我不看见房子了。好，谢谢。你们咋地来了？我们从湖南来。湖南。听不到。湖南。听不到。湖南。听不到。懂不到去啊。婆婆多大高龄啊？多大高龄啊？你还在高棉？你多少岁了，婆婆？听不到。不懂啊。好吧，行。不懂。谢谢婆婆哈。没有。你们看就来哈。你们2个坐么地方坐车啊？我们走路过来的。你们俩看来哈，都包下来，包下门路来，都是咱门路这样越些路就一停了4遍就爬，就是一直爬过头呀。好。我一直都爬这过头呀。你一大点点的放眼睛都看见房子了。走没多远就到了是吧？就咋点点就见房子了。就咋。人家也是来看，条路不晓蒙，人家来看用金线，可是条路也没蒙还。他把石头捏钉的。婆婆有去过吗？你哥有去过，你哥考过。懂啊。你上去过吗？你上去过吗？我家。你上去过金峰山？一上去都看见房子，再爬去远下来。你去过吗？你哥去过。只要去还是走远下来。好吧。懂不到。好，谢谢婆婆。没有。我们先去了啊。没有，要2天来哈。好。星辰大海是征途，山川火海亦是。欢迎来到三立星河图，我是三立。我现在呢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黄平县的崇安镇。我身后的这一座山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查到的目标——金凤山。传说呢，山顶藏着一个700多年的故事。但是我们来到这里啊，也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我们大概走了可能1个小时之内吧，然后问了好几个老人。看呀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，是一个深山老林里面。然后我很想来的时候呢，
问了好几个老人，其实我很想问一下他们这座金凤山的历史，还有一些历史文化什么的，但是可能沟通有点不便啊，语言也有点不通畅，最后呢还是遗憾的不了了之了。就大概问了一下路怎么走。我们来的时候嘞，一路过来还碰到了很多那些野生的树莓，我倒是一路吃过来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可能就沿着这里一路往下坡吧，下坡下到底，然后就直接爬上去。可以看到上面那个顶上就是我们那个金凤山的一座道观了。这个道观呢，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去上面看一看，上面还有保存着以前多少一些的文化东西。OK， 废话不多说 ，Let's go！ 哇，看看好多树莓呀，哇，我们这一路真的好好吃啊！你看这里长满了，那边的都是。像不像一串葡萄？好吃。这个呢是野生的树莓，看它橙黄色的，晶莹剔透，酸酸甜甜的。哇，好多呀！这里的是红色的。哇，你们看，两个颜色不一样。对的。这里有2条路，应该是往这边走。我们现在呢，终于已经下到山顶了。这里还有一个亭子，这个亭子呢应该是新修的。然后我们现在的话要沿着这一条小道往上爬了。刚刚的话是一路往下走，下到山里。这里应该是另外一条路的吧？应该有一条路可以往这里走上来的。我们这里看一下。哦，对，这里是有一条小路上来的。看对面这些山川，这是一座连着一座的重叠的。看这里，应该是有人在这里露营过。这里还烧了一个火堆。我们现在就沿着这里往上爬，爬到底。看这路边还长了很多这种野菊花，这种菊花可以清热解毒。哇，好香啊！这菊花的话，可以摘来把它晒干，就是一种菊花茶了，野生菊花茶。哇，你看好多啊！现在呢，正是这种采野菊花的季节了。走到这里呢，这里的植被繁茂，所以呢也晒不到怎么的太阳，还挺凉快的。你看这里也有很多那个树莓。看，哟，有个毛毛虫。哇，大家看，上去呢只有这一条小道，旁边呢就是悬崖峭壁，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。
你们看，我们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，和对面的山已经差不多齐平高了。但是这里呢，确实是悬崖峭壁非常的高，可以看到它非常长满了很多植被。但是我们肉眼看上去的话，还是有点吓人的。难怪大家都说这里是吴派狼宫的起地，我觉得简直就是金庸笔下的光明顶呢，照进了现实。你们看这旁边的这些杂草，已经长得非常高了，应该还是比较少有人走的。哇，这里看上去还能看到对面的那些很多的那些村庄。接下来我们就沿着这里一直上去。这一路都是好多那些野菊花呀，我觉得把这些采回去晒干晒干，都能泡不少壶茶了。可以看到我们走的这座山呢，长满了很多那些松树，不知道有没有蘑菇可以捡。哇，你们看这里的野草，快有人高了。啊，我都不知道有多久没人走过了。我都很怕遇到辣条哎。看这里还有这个红果子树，不知道能不能吃。在我们那边我是很少见过这个的。我们沿着这个台阶爬上去呢，就能到顶了。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，坐在这里休息一下。这里呢就是北帝宫遗址，它始建于明朝武洪年间，至今呢已经600多年了。它在万历年间维修，然后清代呢还加修过。当年这里可是滇黔处属的朝圣重地。据说以前啊，半山腰还有一座灵官庙，和山顶的这个北帝宫呢组成了完整的宗教建筑群。可惜现在啊只剩下遗迹了。不过你们看这山势，一手狼宫，难怪古代会选择这里建道观，简直就是天然的武林秘境呀！你们说是吗？根据清代黄平周日记载呢，这里从明代开始呢就有了3月3爬金峰山的习俗，可惜在20世纪50、60年代呢就中断了。想象一下，几百年里每到3月3呢，周边的人都来这里烧香祈福。山路两旁呢，全都是一些欢声笑语，想想那该是一个多么热闹的场景啊！站在这里呢，我一直在想，古人选择在最险峻、最接近天空的地方修建这座圣地呢，或许是为了表达对神明最高的敬意，也或许是为了寻求内心最极致的宁静。我觉得金峰山呀，它不仅仅是一座山，更是一本立体的历史书和一座刻在石头上的传奇。好了，这期金峰山探秘呢就到这里了。你觉得这座悬崖上的秘境是谁修建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奇思妙想。我是三丽，下一期呢，我带你解锁更多中国上的秘境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加关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